2017年2月15日的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正在录制一档轻松的民生节目。今天我值班，直播间的红灯静静亮着，话筒前坐着的是时任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任。节目过半，主持人随口问了一句：“中国核电的家底？”王毅任的前半句是典型的马科长风格宣传口径。他说：“我国核电一直保持安全运行，没有发生过核电事故，没有直接处理核电事故的经验。按理说，句号本该在这儿，可他没刹住，接着说了句：但在汶川地震时，核设施也出现过类似险情，当时电断了，冷却水池破裂，冷却水位下降，堆芯有裸露的可能性。后来我们迅速调应急柴油机，采取空运恢复了供电，后来把水池修好，及时用冷却水，所以避免了事故的发生。你看看，从2008年5月12日到2017年2月15日，整整3199天啊！在这3000多天里，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官员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承认过四川的某座反应堆曾经离失控只差1线。这枚子弹在共和国的喉咙里硬生生卡了9年。哎呦，说错话了。紧接着，国家机器的另一只手伸了过来，央广网把这段音频和文字稿悄悄的、熟练利索的抹掉了。那座反应堆到底是哪一座？王毅任没说。后来根据多方推测，他口中那座距离生死边缘只有1线之隔的反应堆，大概率是位于四川乐山夹江县南安乡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那儿设计热功率高达125兆瓦，它的中子通量曾经位列亚洲第一。从地理位置上看，909基地距离震中映秀120公里。我们回头再回忆一遍王毅任那短短40秒的话，他说电断了，意味着基地外部电源彻底中断；说冷却水池破裂，意思说反应堆停堆之后，用来带走衰变热的唯一冷却介质防线失守了；说水位下降，意味着如果这种状态再持续下去，高辐射的堆芯就会从水里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他说采取空运是因为备用柴油机也不好使了。在地震当天的傍晚，通往灾区的公路已经全线塌方，能拯救核心堆的应急柴油机只能从天上送下来。听着耳熟吗？福岛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日经历的那场噩梦，剧本非常类似，外部电源中断，备用电源未能及时到位，最终导致堆芯熔毁。这次事故把日本定在了核工业的耻辱柱上，而汶川地震时，中国这座反应堆到底差了多少米的水位，距离彻底失控还有多少分钟？王毅任没说，他只轻描淡写地留下了一句，避免了事故的发生。更具体的细节至今还在他们档案里，狗剩儿能勉强拼凑出的大致是这样一幅画面：通往基地的地面公路已经全线塌方，应急柴油机由直升机冒死从空中投下，抢在堆芯彻底裸露之前把电力接了回来。咱们距离另一个福岛可能只差了几个小时，也可能只差了几十厘米的水位，悲催的是具体差几米、差几分钟，没有人会再告诉我们了。不光是这座反应堆惊险的劫后余生，汶川地震那会儿同样让中南海焦头烂额、彻夜难眠的是整个国家应急指挥环境的失灵。回到地震那天，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地震波自龙门山深处狂暴喷涌，向外辐射，仅几秒钟之后，它就扑到了100多公里之外的北川老县城脚下。此时，北川县委大院的礼堂里，一场青年创业大赛颁奖典礼正在进行。台下坐着400人，一墙之隔的县委综合楼里，县委办、县纪委、县政法委、宣传部的干部们正在各自的办公室里日常办公。同一时刻，王家岩整面山体毫无征兆地向下扑塌，像一块灰色的几公里宽的巨大裹尸布，把老城2/3的区域瞬间盖了进去。几乎在同一秒，对面景家山的岩体同步崩裂，数万吨岩块顺着山势直砸向山下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北川中学40名教师、733名学生罹难。映秀至北川的断裂带如同死神的长鞭，从老县城的正下方无情穿过，老县城所在地被彻底抹除。北川县最终核定的遇难人数高达15000多人，失踪4700多人。那栋县委综合楼里办公的40余名科级干部当场遇难。一个完整的县级政权，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武装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宣传部，他们共用一栋楼。在10几秒之内，这个县政府被同一块巨石压在了同一座大山之下。地震发生后不到2个小时，15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西山，总参作战部已将特级通报呈送到了时任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面前。但是，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是一套精密、繁复、互相制衡的机器。一道兵力调动命令要经过总参，到各军兵种，再到军区联合指挥所，经过3层中转，每一层都必须完成登记、加密、传递、签字还有用印的完整流程。
这套流程是邓小平时代以来精心打磨出来的体制防火墙，多一道审批，少一次莽撞，效率被排在了最低优先级，纠错与冗余的优先级更高。在和平时期处理常规演训，他严丝合缝；在面对一场撕裂大地的天灾时，就有些步履蹒跚。当时军委的2位副主席郭伯雄正在云南昆明视察部队，徐才厚在北京。震后，很快郭伯雄就通过卫星电话向空军、成都军区、济南军区、武警以及空降兵单位口头发令，要求即刻向灾区开进。可问题是，在2008年的中国，卫星电话能转达首长的意图，却转达不了首长的签字。一份合法的军令依然必须落到红头文件、印章、亲笔签字上。胡锦涛从当天傍晚到深夜亲自打来3通电话催促，语气一次比一次急。他说兵力出动越多越好，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但是呢，即便是最高领导人这般直白的催促，程序的齿轮依然得一格一格的咬合。直到5月13日凌晨0时50分，中央军委才正式签发那份调动34000名官兵的关于参加抗震救灾命令。从总参作战部接到震情，到这份纸面命令落墨用印，整整耗去10个小时22分钟。不过客观的讲，对于任何一个大国的武装力量而言，从接收特级灾情信息到正式签发如此规模的战略兵力集结令，10个小时不仅算不上延误，这套严密运转的指挥系统也算准确地跑完了它应有的集结程序。然而，人类引以为傲的军事调度效率，在撕裂大地的力量面前，依然显得太慢了。就在这10个小时时间里，狂暴的余震和持续的山体崩塌，已经将通往灾区的所有地面通道彻底物理抹除，常规的地面推进路线被阻断，灾难的破坏速度远远超越了我们国家常态化应急机制的极限。当这支庞大的救援大军终于集结完毕，准备向震中开拔时，他们面对的残酷现实是，要进入那片死地，只剩下天上这一条路了。地震第2天，5月13日上午8时30分，1000多公里外，湖北武汉某空军基地，一架伊尔76运输机被推上跑道，机舱里坐着15个人，身旁堆着一批武装翼伞。这是带队的李振波本人主导研制的国产装备。这份伞具前一天就从武汉紧急调出，结果被误送到了成都双流，直到凌晨2点才辗转赶回来。带队的李振波48岁，空降兵研究所所长，是大校军衔，他有30年军龄。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40多个小时。茂县这个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距离震中映秀直线距离仅41公里的地方，在这40多个小时里陷入了通讯静默，所有信号中断，所有道路断绝。这个20多万人口的县城，在整个国家的应急版图中沦为了一个信息黑洞。悲催的是，咱们卫星设备不行，当时中国民用遥感卫星的分辨率和时效性根本不足以支撑实时的灾情评估。从5月15日起，中方不得不通过国际灾难宪章机制向美国朋友求助。初期的灾情研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首次破例共享的遥感数据。地面通讯基站全部损毁，中继通信车被堵在山外无法进入，直升机6次试图机降都因为恶劣气象失败。而在那个年代，无人机还远未成为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通讯黑洞的表象之下，还有各种系统瘫痪。成都双流机场的塔台与雷达在地震当日就因受损，导致人员被迫疏散撤离。西部空管系统在震后72小时内基本处于失效状态。美国国会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4年的报告中描述过这个细节。四川的天空在那3天里实际上是失明的，谁起飞，谁着陆，航线如何避让，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飞行员的目视和无线电里的肉嗓子来调度。5月13日上午，跳伞部队坐进伊尔76运输机，第一次飞抵茂县上空。那时低云密布，山头被厚重的云层完全吞没，机舱门也不好使，在5000米的高空因结冰被彻底冻住，根本打不开，于是被迫返航。下午，飞机第2次起飞，气象条件依然恶劣到无法跳伞。5月14日上午10时，又第3次起飞。11时47分，飞机再次抵达茂县上空，跳伞高度4999米。我跟你们说说这个高度，一名解放军伞兵的常规训练跳伞高度通常只有几百米，2000米以上就已经被定义为高跳了。4000米以上的跳伞，国际上规范是必须配备氧气面罩，以防止高空缺氧昏迷。可他们呢，竟然没有氧气面罩。在4999米的高度，云层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峰之间诡异的穿插，留给他们的落地操作空间不到2000米。地面气象数据不知道，降落标识也没有。在机舱下方，茂县被一片白茫茫的云海遮蔽，云海之下等待他们的究竟是坚硬的岩石、湍急的河谷，还是被山体彻底掩埋的废墟？机上的人一无所知。11时47分，李振波第一个跃出舱门，紧随其后的
是14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伞兵，他们分2批，前后跃下，扎进了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云海。伞质量也不行，有3个人的主伞未能成功打开，只能在4000多米的急速下坠中紧急启用副伞。12时25分，全员着陆，但这次跳伞部队的表现十分不理想。李振波的大腿被粗壮的树枝直接刺穿，多人重重撞在岩石上，腰部、腿部严重受伤，1人被悬挂在悬崖边的树上，还有1名伞兵因剧痛和冲击直接陷入休克。这15个人在陡峭的山岩、密集的灌木和断崖之间被严重冲散，最远的2名队员相距2公里以上，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手摇电台和原始的嘶吼声才最终重新集结。下午3时10分，冒险终于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灾情通报，长达72小时42分钟的绝对静默最终被打破。一个拥有100万大军、装备着庞大现代化通讯网络的国家机器，直到这一刻才靠着15个人的血肉之躯勉强恢复了一丝视力。当这台庞大的军事机器直到2天后才勉强靠着15个人的血肉之躯撕开一条通讯裂缝时，国家机器的文官指挥系统其实早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物理层面的最高响应。让我们再回到地震那天，5月12日下午4时40分，北京西郊机场，温家宝乘坐的专机紧急起飞。晚上7时10分，专机在成都太平寺机场降落，他立刻转乘汽车，顶着暴雨往都江堰方向疾驰。然而，从都江堰继续向西挺进汶川的国道已经被震落的滚石和大规模塌方完全堵死，陆路受阻。他当晚只能在都江堰就地搭建临时指挥部。那场知名的温家宝训斥解放军的交锋发生在第2天，5月13日，在都江堰的临时帐篷里，焦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温家宝握着电话，疾言厉色地讲了几句话。当时他急于让救援力量进入沦为孤岛的汶川，但军方以天气极端恶劣、能见度极低为由，一再拒绝了直升机强行起飞的要求。随行的官方媒体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愤怒，他在电话中直斥这种延误，并抛出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重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后来，维基解密公开的一份编号为09北京2020的美国驻华使馆机密电报，也从外部视角印证了这一幕。电报记载，温家宝当时对部队因天气原因一再延迟空降感到非常愤怒，甚至在通话中情绪失控。这场巨大灾难的救援帷幕下，真实发生过一场高层与军方之间极度紧绷的摩擦。这个摔电话的场景在公众视野中把温家宝推上了救灾英雄的神坛，但在高层权力角逐的暗网里，这种越界的指责直接引发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当时军方高层在私底下的回击直白的近乎刺骨，解放军只向胡锦涛汇报，不向你温家宝汇报。向美国透出这个消息的正是刘亚伟，当时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的亲弟弟。那句私底下的回怼听起来很傲慢，甚至在救灾如救火的背景下显得有些冷血。但如果我们抛开情绪，其实军方当时的抗命在法理上是完全成立的。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的法律体系从始至终都没有赋予国务院总理任何独立的军令权。在灾区现场，温家宝可以如臂使指地调动整个国务院系统，民政部的物资、交通部的工程车、卫生部的医疗队，他指哪打哪。但是只要跨过了军地之间那道无形的红线，哪怕只是想让最基层的一个空降兵连在30分钟内全副武装集结开拔，总理的级别再高，脾气再大，也确实发不了那道军令。5月12日深夜，中南海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温家宝任总指挥，李克强、回良玉2位副总理任副总指挥，军口由总参谋长陈炳德牵头，国防部长梁光烈负责对接外国支援。军委2位副主席当中，郭伯雄人在昆明远程指挥，徐才厚在北京坐镇军委。国务院执行层分头压住灾民安置、医疗防疫、堰塞湖排险等几条战线，由中央办公厅居中协调。四川本地则由省委书记刘奇葆、省长蒋飓风在成都坐镇。负责社会治安组的人是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你的老熟人康师傅。而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国家机器做出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决定。5月15日，温家宝总理向世界宣布，中国接受国际援助。接受国际援助，你听起来貌似顺理成章，充满人道主义色彩，但在中南海的决策层内部，为了这6个字，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博弈，历史的阴影依然沉重。1976年唐山大地震，老毛出于意识形态的骄傲，强硬拒绝了所有形式的外援，因此导致的人员无谓伤亡和国际声誉损失，至今仍是体制内一个不愿触碰的伤疤。2008年汶川地震是中国在建国后第一次完全公开地接受国际社会的直接援助，但这也不是一次毫无保留的敞开，中国接受的非常挑剔。5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正式确认，
中国政府已同意美国提供空运救灾物资的提议。5月18日上午，巨大的轰鸣声划破成都的天空，两架代表着全球最高战略空运水平的美国空军 C-17环球霸王3号战略运输机依次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双流是当时整个大西南唯一具备 C-17重型运输机起降条件的机场。两架飞机机舱里装的是合计近20万磅的救灾物资，帐篷、毛毯、重型发电机、照明灯具、水容器。但是这90吨跨洋而来的物资无情地映照出了当时中国军队战略投送能力的薄弱家底。一架 C-17的最大载重高达70多吨，当时中国空军非常缺乏像 C-17这种级别的超重型战略运输机，手头虽然有一批从俄罗斯引进的伊尔76，但数量很少，根本不足以撑起一场全国性的应急空运。大量繁重的运输任务只能靠最大载重仅20吨的国产运八去苦苦死扛。给你们换算一下，一架 C-17的运载能力相当于3架半运八。2008年的中国重型空运能力根本没办法匹配这场史诗级灾难的救援需求，物资运不进去，人就会死。还有比缺乏战略运输机更让军队高层如鲠在喉的是高原直升机的匮乏。5月31日下午2点56分，悲剧再次上演。成都军区一架米171直升机在四川理县执行完任务返航途中，在汶川映秀附近遭遇大雾和强湍流，不幸坠毁。机长邱光华自5月12日以来，已经拼着命连续执行了60多架次的高危任务，机上18人全部牺牲。米171是俄罗斯生产的中型直升机，汶川地震的核心灾区，平均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大量被困村落甚至位于4000米以上的绝境。当时解放军序列中能够真正投入这种高海拔极限作业的进口直升机数量少得可怜，而国产的直8、直9等型号，由于发动机的高原性能不行，根本无法胜任这种高强度的救援任务。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如果想把救援力量成建制地送进深山，在物理装备上完全无法摆脱对俄国货的依赖。美国那边除了通过 C-17空运物资，还破例提供了由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解密共享的非密遥感影像，帮助中方评估水库溃坝风险、道路阻断和桥梁损毁情况。这是美国第一次给中国提供卫星图像。然而，在这看似全面合作的表象下，还是有一条被中国死死守住的红线，就是坚决拒绝美军医疗队、美军工程兵、美军地面救援专家，任何穿着美军军装的人踏入四川的土地一步。当物理救援的混乱渐渐平息，废墟之上另一场关于数字的无声角力悄然开场。在这场角力中，最刺痛人心，也最被国家机器严防死守的禁区，是关于孩子们的伤亡统计。那些在倒塌校舍中消逝的生命，在官方通报里变成了一串乱七八糟、互相矛盾的数字。起初很多数据还有些消息。地震发生后的第9天，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涂文涛在一份内部通报里漏了底，全省学生遇难人数初步统计是6376人。但这串沉甸甸的数字一露头，就像是被紧急按下了静音键，在公众视野里长久没更新。取而代之的是几个月后民政部端出的宏观大盘，近7万人遇难，30多万人受伤，近2万人失踪。在这个庞大到让人麻木的国家级悲剧底色下，具体死了多少个孩子，没人再提了。到了那一年的11月21日，这种死寂被一场乌龙意外打破。四川省副省长魏红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省已经核对了19065名遇难者完整名单。结果呢，网上把这近2万人理解成了遇难学生人数，这下如同捅了马蜂窝。官方机器瞬间应激，连夜跳出来紧急辟谣。辟完谣之后呢，关于学生的真实数据再次陷入了长达半年的冰封。直到1年后的2009年5月7日，四川省教育厅才终于给出了那个经过反复打磨的最终定论：5335人。从最初内部兜底的6300多，到最终定格的5300多，那相差的那1000人去哪儿了？官方的解释轻描淡写，前期统计有误，有的孩子后来被亲属找回了。哪一所中学的废墟下究竟埋了多少学生？网上传着那几根轻易被折断的细钢筋的照片，到底是不是豆腐渣工程的铁证？工程图纸背后藏着哪一家手眼通天的建筑公司？竣工书上又盖着哪一个心照不宣的验收章？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允许有答案。他们被打包、被封存，永远留在了每一个失去孩子的家长那碎裂的心里。谭作人是一个固执的成都环保人士，他试图依靠个人的力量走访废墟，搜集逐校逐人的遇难学生真实名单。他的行动触碰了机器最敏感的神经。2009年3月28日，谭作人被成都市公安局正式拘捕。2010年2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起诉罪名指向的
是他更早时期发表的关于6·4事件的文章，表面上看与地震调查毫无关联，但他的辩护律师卜志强后来说，这实际上是用历史政治事件来遮蔽地方在地震暴露出的大面积腐败。随着谭作人的入狱，关于学生伤亡的逐校追问，从此变成了一个在公共空间里成了禁忌的话题，再也没有人敢去碰。因为此时更大的盛宴已经开席，2008年下半年至2011年，汶川灾后重建的资金洪流正式倾泻而下，总额1万亿人民币。这笔天文数字由5个庞大的蓄水池构成，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配套、19个省市的对口援建资金、企业大额捐赠以及来自全社会的民间捐款。我们单看社会捐款这一项，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团队后来发布的评估报告，截至2008年11月，全国累计捐款总额大约652亿元，要在短短3年内把这1万亿精准地砸下去，把1400万流离失所的灾民重新安置妥当，把1万多公里被毁的公路、2000多座坍塌的学校、1000多家残破的医院、几千家停工的企业全部重新拉起来。这在人类灾难重建史上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程奇迹。不过，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流，有监管吗？还真有。2008年6月，国务院火速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严格的审计安排，由国家审计署亲自组织实施跟踪审计。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专业术语啊，在审计方法学上，跟踪审计和事后审计不一样。事后审计是等工程做完，钱全花光了，再来翻账本抓人；跟踪审计是审计人员紧跟着资金流向，在钱花出去的每一个环节实时监控。听上去这无疑比事后审计严密100倍，但是这套看似完美的机制，在现实的重压下，内置了一个致命的妥协逻辑。你想如果这1万亿必须在3年内花完，意味着每一天都有以亿为单位的资金在各个项目中疯狂流转。如果在跟踪审计中发现任何违规，审计署一旦下令查处，并要求某个项目停工整顿，就会导致该项目对应的成千上万名灾民必须在夏天闷热、冬天漏风的活动板房里多住很久。所以，在这场重建战役中，最高指令是1万亿必须砸下去，速度是压倒一切的第一位。为了速度、透明度和程序正义，可以且必须让步。最终，审计署选择了一条非常有中国体制特色的中间路径。跟踪审计的原则变为不停工、不停钱。审计人员如果发现资金流向有问题，不立刻查处，而是以整改建议书的温和形式反馈给项目业主和地方政府，由他们自行整改。只有当整改严重不到位，或者被上面重点盯上时，才会启动正式的查处程序。这套妥协机制跑了整整3年，审计署投入了创纪录的1万多名审计人员，累计发出了4000多份审计通报。然而，最终对外公告的违规金额是多少呢？大约58亿元。在1万亿的汪洋大海里，只查出了50多亿的有点问题资金，违规比例不足0.6%。从表面上看，这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重建工程，干净的简直是神迹。我们再看看这些钱是怎么走的。截至2008年11月，全国总额约652亿的社会捐款中，政府部门直接受捐的比例约占58%，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地方公募基金会受捐的比例约占31%，而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仅占了约11%。更关键的是，报告指出，前2类直接受捐的款项，绝大多数都最终交由政府部门去统筹使用。这么算，大约有近90%的民间社会捐款最终脱离了独立慈善机构的掌控，进入了政府统筹使用的不透明通道。一个小学生满怀善意捐出的20块钱压岁钱，最终变成了哪个镇哪个小学操场上的一块砖，没有任何机构能给你答案。这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近90%善款，被直接并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专户，由地方首长统一大盘调度。这套并表流程，老实说，确实是抹平了专款专用的管理成本，调度变得异常灵活且效率极高。但它的代价是追溯难度太大了。资金一旦混入财政总盘，就如同滴水入海，你永远无法查清某一笔具体的捐款究竟流向了哪一个具体的工程，你懂的。基础建设历来是资金黑箱里的重灾区，尤其是在灾后重建这种自带神圣光环的语境下，任何权钱交易，体制的本能都会去极力掩盖，死死捂住。在铁板一块的黑箱里，那些具体的腐败内幕大概率是传不出来的。很多时候，只有等到高层权力斗争分出胜负，从失败一方被清算的残局里，外界才能勉强拼凑出冰山一角。所以我们看看周永康倒下之后流出来的贪腐线索。四川本就是周永康的政治大本营，从1999年到2002年，康师傅当了3年省委书记，有了自己的权力矩阵。这个后来被称为四川秘书帮的矩阵里，站着阿坝州委书记李崇禧，
省委副秘书长郭永祥、贴身大秘纪文林，以及掌控了西南第一大城成都的李春城。不仅有党政要员，还有日后执掌中石油帝国的蒋洁敏，以及被抹掉通缉令，在四川呼风唤雨的黑道教父刘汉，还有康师傅的大儿子周斌。如果你把后来反腐风暴中披露的资产版图和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地图重叠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轨迹惊人重合。还记得那个让空降兵15勇士在4999米高空没有氧气面罩决绝盲跳的冒险吗？早在2001年，刘汉就以远超实际价值的2000万元，从周斌手里买下了冒险九鼎山的旅游开发权，精准进贡。还记得那个在地震中化为废墟、伤亡极其惨重的阿坝州理县吗？早在2004年，刘汉控制的金龙潭、天龙湖2座水电站，通过一家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皮包公司，以高达27亿元的天价，溢价1倍卖给了大型国企。还有阿坝州的松潘与黑水，在后来的国务院规划中，这里是急需海量资金注入的重灾县。而在这里，周斌的白手套们仅出资400万，就撬动了毛尔盖河流域巨型水电站20%的股份，并一路绿灯的从银行套取了6亿元的巨额贷款。我们再把李春城、谭力、郭永祥、蒋洁敏这几个人的法院判决书拿出来看看，这几位封疆大吏的受贿时间轴，大量的覆盖了2008年到2011年的汶川灾后重建主要窗口期。当绵阳全境陷入悲痛，急需巨额资金重塑山河的时候，时任绵阳市委书记谭力正忙着让自己的贴身秘书收汇款，还在股市里疯狂套利。2016年10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的受贿额是8600多万元，无期徒刑。把这一组核心案件的判决数字加起来，已经是一个相当扎眼的体量。至于那些没有写进判决书的，隐藏在海外离岸账户和层层代持结构背后的金额，那就更是深不见底了。1万亿的洪水终究是奔涌着流过去了，它冲刷过塌方的山谷，也漫灌过权贵的口袋，它托起过灾民头顶的新瓦，也喂饱过离岸账户里那一串无人敢念出的数字。救赎与掠夺在同一道河床里并肩奔流。我们回到开头，2017年2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的红灯亮着，话筒前，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任嘴一秃噜，没刹住车。这枚卡在共和国喉咙里整整9年的子弹，被系统自己漫不经心地咳了出来。然后下一秒，机器的肌肉记忆瞬间激活，断流、拔线、全网删稿。他熟练地捂住自己的嘴，假装这声沉重的咳嗽从未发生过。回顾这些年的救灾与重建，这台机器它能敞开腹地接纳美军的战略运输机，却把差点变成中国福岛的核险情锁死在绝密档案里。它能砸下1万亿，造出人类重建的奇迹，却任由权贵在灾难的血肉里饱餐一顿。他把悲悯写满报纸头版，却毫不留情地把那个只想去废墟里数清到底死了多少个孩子的人按进大牢。救赎与掠夺就这样严丝合缝地咬合。系统以为按下删除键一切就结束了，可真相真的能按住吗？真相它不着急，它有的是耐心。真相它一直在等着，等下一次这台轰鸣的机器再一次不小心说出点什么。